要过年了，小毛蛋要带大家来逛年货大街。怎么是寺庙？因为大家都知道北迪化南中街对吧？三凤中街是我们今天要逛。那三凤中街的由来，我们要先来看看三凤宫，其实是因为寺庙而有这样的名字。三凤宫啊，是很少见，就是营业到晚上的宫庙。晚上走入这里，像走入神隐少女般的电影情景哦。看看里面超美。那大家就是说这个上面这个满满的三凤宫，有神隐少女感，元帅在这里。旧名为三凤亭的三凤宫，初建于1673年，真的历史非常悠久啊。主要供奉的是中坛元帅哪吒太子为主神，老居民冠以太子爷庙称之。庙宇历史可回溯至清朝年间，经过数百年来的发展、迁地改建，如今已形成3进2层楼中国北方式宫殿建筑，非常的壮丽。天井中庭悬挂着大片红灯笼，与庙宇建筑巧妙的融合。夜幕时灯笼点亮，由2楼往下俯瞰，壮丽的灯火景象，是在地高雄人隐藏版的夜景秘境哦。目前更是全台湾规模最大的哪吒三太子庙。三凤宫在地人又会称它为三块厝太子爷庙，供奉哪吒的道教的寺庙。然后它这里的建筑物很特别，它是以中国北方的建筑物为就寺庙这样的外观，所以跟一般的宫庙会长得不太一样。我们从1楼看过去是这样，它也可以从2楼看下来，风景又不同。知道吗？这个宫庙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。那有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东西，你知道三凤宫内有个特别的景象吗？就是历史悠久的仙草摊。它并非单纯的商业行为饮料贩售点，而是一种地方信仰的文化延伸。它承载了早期香客的需求，逐渐成为三凤宫的特色之一，也见证了高雄传统市场与宗教信仰的紧密结合。所以下次去记得拍照打卡一下这个隐藏式景点喽。创意馆，我们要创意馆，创意蛇年，好可爱哦！这袋子很特别哦，写书法写书法做成的袋子，好特别哦！它是会动的。哎，看这个，好特别哦，超实际的，而且都会动。你看它有这种元宝，这是居高临下感的。而且他们维护的超级漂亮，看那个金色的那个，非常的新。你看2楼可以很近的看这个建筑。从大门口看出去，蛮壮观的。大家都一直在摸那个元宝，它能够发大财。来逛三凤中街啊，就是它不单单就是南北货逛街而已，它其实旁边有非常多历史底蕴的，像例如这个宫庙啊，然后还有日据时代的车站，就会让这个地方很不一样。所以它为什么能够深耕这么多年？而且庙旁边有一个很特别的面摊嘞，生意超级好，好多摊，好多人在吃。通常庙旁的小摊都很厉害。看旁边那几个，1、2、3、4，旁边是大概4小桌吧，都满满的人。来逛三凤中街啊，白天的时间也一定要逛这个三民街摊贩集中市，它是三民市场。可是其实晚上它也是有很多的夜市，所以说早到晚都有吃的，很多传统的小吃那边都有，所以不要错过它。这边是就是高雄人不可能不知道的中街啊。特别是过年，它会就是满满的人潮，但其实平常日大家要买日常的零嘴啊，或者是就是一些干货，也都会来这边买。中街啊，它以前早期的名称叫做三地厝街。你看，快过年了，所以门口有满满的手写春联，这也是后来改建的。它的三凤宫文化大楼，老高雄人都知道，以前像这里也都会有桥，现在全部都平面了。我个灯啊，我全部是来。全部有这个。
这个怎么反而手写的人比较少？都是做好的，很漂亮。弹珠汽水，这里其实弹珠汽水也是有故事历史的。这个口味真的太多了吧？综合凤梨葡萄、原味葡萄、柠檬莱姆、太葡萄，还有三太子哎，太妙了！创立于1959年的荣泉汽水工厂，可是高雄现存最早的弹珠汽水生产商哦。创办人当初向日本人习得生产技术后，首先是在盐城区开业，后来搬迁至现今的台铁新三块厝车站附近。在引进全自动设备前，制造弹珠汽水需要仰赖大量的人力，而且手工灌注气体的过程有一定的风险。这个也是有商标的。如果玻璃瓶身有出现破损，在装填的过程中是很容易发生气爆的，所以顾及食安和降低制造过程的风险，第二代在1994年接手后，便开始着手进行弹珠汽水的改良。除了将玻璃瓶换成保特瓶，还开发了各式各样不同风味的弹珠汽水。老板也说了，自己不只是在销售弹珠汽水，而是在传承台湾人的共同记忆。到现在很好，对。高雄住这么久了，怎么没有往后走啊？因为以前有桥啦，都没有往下面这边走。对，他在桥的那时候，对，所以你们一直都在这边。对啊，以前有桥都没有走过来。拍一张照片嘛。哇塞，看这有多少，好惊人呐！哇塞，它是有几间呐？这全部它的哦。对啊。哇，5角变到30块了。一挤入街内，就满坑满谷的人潮了。在大家沉浸式逛街的同时，我们也来聊聊山凤中街的历史吧。其实呢，只要提到年货大街，坊间向来有北迪化、南中街之称。这中街呢，指的就是高雄的山凤中街。在短短400公尺的街上及其周边，不仅有各式年货、南北杂粮、糖果糕点，还有三块厝过往的历史脉络、美味市场、悠久庙宇与大家的日常街道。在地高雄人惯以中街啊称呼山凤中街。早期此处有3块厝街，分成前街、中街、后街，而中街则是商贾的聚集之地，也就是后来的山凤中街。其中的3字源自于明郑时期，王、郑、蔡3家姓氏家族沿着西畔形成的3块厝聚落，而成为高雄市三民区最早开始发展的区域。清朝时期从唐山乘船而来的货物，会沿着现今的爱河上所，右转进入幸福川一带，早期被称作3块厝港，进到中街贩售。日本时期更新建了3块厝。新年快乐！还有香又好吃的。运输酒精、红砖等工业发展重要货物，有水、有船、有港、有街市、有铁路。来香蔗，爱杯喝起来哈！来哦来哦，都是纯天然的哈，香又好。大家有看到传说中的春阿灰阿嬷吗？这些春阿灰都是阿嬷自己粘的，每年只出来摆摊这么一次。还会试试看看哦。大约在农历12月中后，它会出现在山凤中街，每次就只摆半个月。除夕那天就结束了，每天早上10点摆到晚上10点。它的摊位非常简单，就白色保丽龙箱子跟椅子这么简单而已。那春阿灰是什么呢？依然在一包，而且记得不要冰哦，常温1年不会有耗味。我们每一包每一个口味价钱都一样，1包200。它是过年仪式感必备，在阿嬷的年代，过年时要买春阿灰插在白饭跟花粿上面，因为春的台语跟春的台语音非常的接近，以此象征一整年都有春，也代表年年春，年年春，
好像绕口令啊。来参考看看哦，好吃一些是这是年轻人做的风格。自己做的乌鱼子哦，不会死咸，没有鱼腥味，可以看一下回记哦。自己做的乌鱼子哦。现在这个就是传统的东西，然后跟年轻人做的风格都一样，在这里有吉祥喜庆的意思。这大概就是祖先们的过年仪式感吧。春娜慧阿嬷说，这可是一对一对的卖，色彩都是配好的，没有单只贩售的哟。而我们来聊聊春娜慧阿嬷的故事。阿嬷已年近90岁，她家住在台南安南区，就是那个传说中最靠近海边的遥远土城。每年这个时间点，她就会骑着机车来到高雄。摆摊的这阵子就住在高雄女儿家中，直到除夕再回台南。而大家都会好奇，那怎么不在台南摆摊就好了呢？阿嬷说已经习惯到高雄了，每到过年前就来这一趟，像是跟这个地方有个约。虽然她不是每日从台南高雄奔波，但这精神跟毅力真的让人佩服。除了春阿灰外，摊上还有生肖藕，都是阿嬷这一年来趁闲暇时慢慢粘、慢慢缝的作品，扎扎实实的手工艺。这些春阿灰在阿嬷的细心呵护下，花了1整年的时间，终于长成。来试看看，好吃的桂花糕、凉糕都可以试吃，好吃再买。凭借着水陆交通之便，3块厝发展成为南北货集散地与舶来品的交易处。来喝看看，泡茶当水喝看看。为何叫做三凤中街呢？三凤中街的名称来自于附近的三凤宫，当地居民深受信仰的影响，因此将周边区域取名为三凤，形成三凤街。这条只有短400公尺，但是满满的。后来因市场发展而衍生出三凤中街，专指这条商业聚集地。由于3块处的守护神是三凤宫的太子爷，因此在这个街区时常能够看见有三太子的图腾标签的弹珠汽水，凸显了地方信仰的凝聚力。三凤中街是过来做一个地了哦，做个地。来，我老爸还有这么多。我们逛完，现在去看三凤中街繁荣的推手3块处车站。走，你现在可以骑右拜。然后一整条接火车站，然后接凤山车站。就算高雄人之前也没来过哎，是刚好市长来吗？到园区来这边，让我们一起看啊，很不容易。谢谢台铁的董事长以及所有的团队。三民区的重要景点，100年的红树，100年的车子。100年的火车站，这里又正是三凤中街3块厝站吧！谢谢大家一起庆祝。可是它是写火车站的，不是 MRT 的主场车站。好像从来没有来过这一站诶。火车啦，这站是火车，不是捷运的。它周边，雄中在这里，我们刚才逛三凤中街在这儿，然后火车站在这里。他们现在希望就是像刚刚用的那个火车头啊，就让这里也就是兴盛起来的感觉。我是日式路照感。之后，我们在这条文化园区还有整体更大的一个。后续要整个接铁到园区啊，就变成让过年期间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高雄，不只去这个高邮中心，不只去旗山远楼，甚至到三凤中街来到3块处车站来，整个高雄都是大家的游乐场，整个高雄都是完美打卡景点。我们直接转到左云眷村的年货大街，这是第2届而有超新的。它在这个建业新村、军校路跟尾巴路，只有为期10天而已。走，买光我的去。他会比有些老师一点。
我看 Google 评价说这是白天版的万年祭，会不会是这样？小毛呆带大家一次逛完高雄2个最重要的年货大街，究竟网友给的评价是真是假呢？让我们一探究竟吧。应该说比较像夜市，有很多吃的，感觉年货比较少。评价真的不骗人，真的像白天版的夜市。如果你也这样觉得，其实你跟小毛呆一样是误入美食区了啦。大门口可是有满满的年味的哟。原来大门在这。你好，腊肉大肠，这个是湖南腊肉，还有广州腊肉，一样的感觉。好吃那个怪。所以我们一走进来是美食区，所以才觉得像夜市。这里就有年货感。这是以主题性区分，目前这区就都是酒类，水果酒、美酒等等各式酒品都有。百货礼品，所以我们刚才是美食街。那个我看有人在说很久没看到这种老东西，湖南腊肉，这个可以常温下放多久？上面还跟你说怎么做怎么料理，直接量来的。只有在眷村才看得到老味道。那这2个吧，看着有一种味道叫思乡湖南。哇，要买辣椒吗？很吵。闻到满满的那个辣味，那个辣，好吓人哦！那个腊肉好像木头哦。你看这个颜色，上面写的那个好大的鱼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眷村美食，香猪卷吗？然后这些的好，很多年的都是平常看到的东西。哦，也是文创区。所以它是头是那个建业新村，它的尾巴是个合群设计，这样子的宽度，在军校路上。哦，所以它就是尾6路到尾7路的这一条路，它的范围看一下，这部家伙是我们去大陆的回忆，很像。来吧，要我们要不要挑战一下帅哥美女 Hello， 美食区来，你就会觉得它像夜市，你要从大门口才会觉得它像就是年货大街。但我觉得这边最有特色的是，你还是会看到这种眷村感，虽然现在里面都没人住。
典跟传统的差异很大，你看都会出现在这里。好吃的黑糖糕，可以试试看看哦。你看，这样就快要到支头了。先开到哦，来发红包哦。红包，免费发红包，这什么？新年赚大钱！短短400公尺，挤满满的人。